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是莱森 Albert，欢迎大家回到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最近呢 ，DeFi 是上线了绘画级变量以及变量复制器这两个功能。那今天呢，开场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们有没有用过一些关于约会助手这样的 App？你会发现开场总是需要填写一些个人信息，有的软件填起来非常的枯燥，就像填表一样，很花费时间。如果这种调研的过程能够像对话一样，就会显得有趣了很多。如果你恰好碰到会聊天的人，你就会很想要继续聊下去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以这个约会助手调研的这样的一个 chatbot 来作为我们的一个练习的小案例。那选择这个案例还有一个初衷啊，就是因为它不仅能够帮助你理解 DeFi 上的这个新功能的作用，还能够延伸到一切有关调研的应用开发。那结合 AI 的场景，比如说用户访谈和调研，来开发更具体、更适合于你个人或者说你的企业的一个用例。那我们开始吧。请注意，这个功能目前在 0.7.0 的版本的 Chatflow 里面，所以如果你要使用 Workflow 的话，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功能的。那我们来到 Chatflow 呢，这里有很多的笔记，大家可以观看。那之后我会发到群里，大家也可以在这里暂停观看。那总之，我会领着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个 Chatflow。最引人注目的其实是后面的这个 checklist， 它有点像你的待办清单，同时它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绘画级变量。那在右上角这一个带 X 的 icon 这里，我们可以找到它，我们可以点击看一下，这里有3个，但最主要的是 AI checklist， 我稍后会做详细的讲解。在它右边这个呢是环境变量，这个之前已经更新过了。你可以在这里填写你的 secret， 也就是比方说你的 API key， 这样的话在分享出去之后，其他人不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值。那另外2个呢是可以看到的，比方说在这里我们设定的一个 question strategy 是我们的一个提问技巧，这个我也会在稍后之后做到。但总之呢，绘画级变量是可以在 Chatflow 里面被修改的。我们会通过一个叫做变量复制器的东西，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，点击看一下，这里是我们要更改的变量。然后现在呢有3种模式，第一种是覆盖整个变量，第二种是 append， 它们现在还没有上线，第3个呢是清除它。然后我们要把它设置成什么呢？在下面我们就可以设置其他的变量来更改当前的一个值。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主角。那为什么要用 checklist 呢？我想大家都肯定用过这个购物清单，很多时候啊，我们的这个脑子是没办法记住太多的一个事情的，所以我们不得不去用一个叫做 to-do list 的东西去解决它。AI 也是这样，即使今天的这个大语言模型能够支持长文，但是你会发现，随着对话的进行，它的精度就会下降。所以如果我现在问你1个小时之前你和其他人做过什么，你可能也想不起来，但是呢，我猜想你一定能记住出一些要点和一个大概。所以同理，如果你能在和其他人对话的时候有一个小本子，记住你们当前的状态就好了，这就像地图，随时都可以记录你当前的一个状态，以及你和终点这个状态之间的距离。有了你当前的状态和你未来要达到的状态之间的一个差值，你做事情就会有了方向感。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用 checklist 这样的一个案例。如果你打开一个网页的话，你也能看见网页最右边有一个进度条，我想这就是状态的意义了。在这个案例中，我们可以往后看，先看关键节点是我们的对话题，也就是 AI 将如何和我们的用户进行聊天。我们点开它，看一下它的 prompt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 System Prompt 这里呢，有一个大致的信息，你是一个什么什么。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它有一个 checklist。checklist 呢，就是我们这里的绘画级变量。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，默认是全部都是叉，也就是一个事情都没有完成。好，我们再继续点击它一下，可以看到下面呢还有一个 question strategy， 也就是它怎么去和用户对话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个环境变量里，我这里已经设定好了。比方说，我说我希望这个它去避免一些冒犯性的话。所以它应该在聊天的过程中，如果要去询问用户的信息，它应该幽默一点、间接一点，而不要写得太过于直白。当然，这个值你是可以去修改它的，或者你也可以不用环境变量，直接写到 System Prompt 这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关闭它，再往后看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，我们有个 Parameter Extractor， 这个东西就是提取我们的前面这个回答的值。具体来说啊，在这一步里面，我们会输出2个东西。第一个东西呢，是我们更新之后的 checklist， 第二个呢是 AI 回复给用户的话。那当然，在我的应用里，我不是很希望用户看到这个更新后的，比方说这个 checklist 它打了一个勾但是这个 checklist 它是没必要回复给用户前台的，它只需要看到这个回复就好了。因此，我在这里用 AI 的方式去提取出2个不同的部分，比方说第一个是提取这个更新后的 checklist， 第二个呢是提取出我们的回复，相当于把前面这个节点切分成了2部分。然后只回复后面那一部分给到我们的用户，把更新后的 checklist 呢给到我们的这个变量复制器，也是功能。如果你点击加号，就能在这里看到是这个变量复制器。好的，
然后这2个点我们就已经讲完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再看到后面这里的回复，自然也就是回复我们前面切分出的第2个变量咯，也就是下面这个，而不是上面这个 checklist。好，相当于 checklist 是记录员给自己看的，它不会直接呈现给用户，这个很好理解。你做调研的时候也是一个思路。讲完了主要的流程，我们再来回到开头看前面有2个 if else 的分支。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，这个呢，我们还设置了一个叫做 language 的绘画器变量。这个东西的意思是它的默认值一开始是空的，也就是说它不知道用户的语言。那么今天如果一个用户在聊天的时候输入了中文，那我们希望检测出是中文，然后在后面的这个对话体这儿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点是需要用这个用户的语言去回复它。所以今天你用ChatGPT 也好，用 Claude 也好，有的时候你可能都不能保证它是用你的输入的语言去回复的。因此这样呢，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整体更加的稳定，同时你也不会希望每一轮都按照这个流程去提取一遍语言，因此提取一遍就够了。如果我们把它写到绘画器变量里了，就可以在第一次提取了这个识别了用户的这个语言之后写进来。写进来之后呢，通过这个判断这个语言这个值是否为空，我们就可以走上下2个分支。那这也是一个技巧，可以判断是否为首轮对话啊。你也可以去在这个 if else 的这个节点上去做一些延伸的思考。那至于第2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这是我没有完成的。这个 else 是我希望做最后的一个总结。总结就是当所有的清单都完成了之后呢，我希望 AI 对用户做一个道别，并且同时呢，把一个整体的报告发送到我的一个数据库里，比方说是 Notion， 比方说是 Supabase， 比方说是多维表格，anyway， 但你只需要用你自己喜欢用的就可以了。那但目前呢，这个 DeFi 是没有上线 Append 这个功能的，所以我先暂时预留了这样的一个分支，但你可以把它去掉。讲清楚了整个流程之后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整体的效果。比方说在这儿，我们可以点击 Preview， 然后来运行它。但是在那之前，我会强调一个功能，是右上角的这个 Features， 我们点击它一下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添加一些新的功能，比方说这个开场白，以及进一步对话，以及这个转录成语音的这样的一个功能，我们可以把它都打开啊。这个暂时不需要。开启之后呢，这个开场白这儿我们就可以去添加一些有趣的话，比方说这个加了一些表情，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整个对话更加有趣一点。比方说这里说 Hi，I'm Lyson Auber。好的，那这里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他其实是想问我们的一个生日啊，但是他不会问的特别直白，说 Your age， 那可能会让我们的对话更加有趣一些。比方说，我们说是22，也许，好，我们发送过去。现在呢，就是走下面的这样的一个分支，我们等待一下 AI 的回应。非常好，现在呢，我们看到 AI 用了一种很幽默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一个对话，让聊天进行下去。OK，so 让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。我们可能说 Hi，I'm Bob。以上就是本期的视频了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欢迎点赞、收藏，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。下期我们再见，拜拜。